度，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。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的黑丝科技大咖司机，我是司机小新。今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选一台技能点拉满的创富伙伴车。有创业追求、不甘屈居于牛马打工的老板们可以看过来了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后浪时代，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们投身创业，像是装修业、物流业、婚庆业等基层项目，更是大多数务实朋友们的首选。那要想把事业干好，最重要的自然是选对一辆能拉、能跑、宜商宜家且功能齐全的好伙伴，最好价格也要划算一点。所以在5万到7万这个核心购车区间里，凌志 M5和锐行 M60是一绕不过的选择。这两辆车分别背靠国家队东风风行和长安凯程，品质自然没话说。价格方面，2025款凌志 M5标准系 CNG 起售价为6.98万元，2025款长安锐行 M60 CNG 为6.34万元，价格很接近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哪辆车的综合实力能成为我们的创富伙伴吧。首先是这两款车的定位，凌志 M5定位是中型 MPV， 主打商务载人与载货的灵活兼顾，而锐行 M60是一款微面，更偏向物流货运及基础的载客能力。定位的不同，也就意味着功能和用途也会有点差别。虽然基础功能差不多，但在载人客运方面，凌志 M5会因为定位不同，用料也会更用心一点。在车身尺寸上，锐行 M60除了在车身高度上略有优势，凌志 M5的长度和宽度都要大了一圈。对于这类车型来说，空间是相当重要的，不仅决定了乘坐的舒适性与载货能力，更直接影响着不同场景下的机动性。为了更直观展示重要性，我们准备了搬家行动大挑战，有12个不同尺寸的箱子，再加3个行李箱，由我做裁判，看看哪位选手能全部装下。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凌志 M5选手，它的第2排、3排座椅可以分别向前、向后放倒，再加上纵向长度比较充裕，装载长条形的物品也很方便。毫无疑问，凌志挑战成功。而锐行 M60这边的后排座椅同样支持对折放倒，装载我们常见的大件物品没压力，内部体量感也很宽敞充裕，所以应付挑战也能游刃有余。看来在这一轮的 PK 中，凌志 M5和锐行 M60实力是不相上下啊。目测还能再塞进一些杂物或是小箱子之类的东西。那既然2个都这么能装，那就得看载人够不够舒适了。专姐，这我可没说过。就你这6座还是省省吧，我可是商务7座，你懂商务座的含金量吗？那怎样？比比看，比就比。好了 ，OK。先来看看座椅用料，毕竟想要保证乘坐的舒适性，座椅用料这一块可不能省。凌志 M5的座椅用料比较符合 MPV 的定位，填充物充实且回弹适中，腿部空间的放量比较充足，最后排的腿部空间也比较宽裕，大腿处的贴合度不错，基本不会有坐小板凳的感觉。另外，凌志 M5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心机，那就是加上了置顶空调，能照顾到前后排乘客的感受，不至于让2排乘客的玻璃盖着凉了，3排的乘客还热得扇风。锐行 M60这边的座椅用料比较中规中矩，回弹适中，2排腿部空间的放量也算充足，3排的头部空间非常宽裕，但腿部位置只留下了4指空间。舒适性配置比较基础，有 USB 接口、中控锁、遥控钥匙、手动空调等，偏重实用风格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凌志配备的是独立座椅，对比锐行 M60的普通座椅，凌志的2排座椅舒适度更有优势一点。除了座椅和车内配置，影响操控和舒适性的核心还在于悬架结构和驱动形式。凌志 M5为乘用车主流的前置后驱结构，悬架为前双横臂扭杆弹簧独立悬架，加后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架，更注重操控舒适性与载货能力的结合。再加上前双横臂悬架是主流乘用车的配置，不仅更注重操控性和运动性的提升，舒适性也更好。而锐行 M60是微面常见的中置后驱，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加后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架，也是比较常规的操作。除了悬架要发力，发动机前置和中置也会对舒适性有不同的影响。前置发动机在发动机舱中，噪音控制更好，保护性更强；而中置发动机刚好在乘客正下方，噪音更大，底盘磕碰更有可能对发动机造成损伤。所以一般为了驾乘体验和车子保养，选发动机前置会更合适一点。综合来看，凌志的座椅材质用料比较扎实，操控舒适性也有保障，对于商务客运来说是个很不错的加分点。再加上凌志还有置顶空调，乘坐体验会比锐行要舒适一些。所以综合来看，这次的一日迎妖挑战是凌志更胜一筹啦。
虽然锐行 M60的表现稍稍有点逊色，但其实也跟这两款车的定位和用途有关。凌志 M5作为中型 MPV， 主打商务载人与载货的灵活兼顾，车内空间和载人舒适性方面会更有优势。而锐行 M60作为一款微面，用途和定位决定了它会更适合物流货运，载人舒适性可能会欠缺一点。所以各位准备创业的小伙伴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判断哦。欢迎来到大咖司机的特约赛事驾控大比拼。今天要出场的是凌志 M5， 还有锐行 M60。在开车前，先来简单介绍下两位选手的实力吧。两款车型都采用了 1.6 升发动机加 CNG 的组合，账面参数基本打得有来有回。凌志 M5的发动机最大功率为75千瓦，最大扭矩为140牛米。锐行 M60的最大功率为77千瓦，最大扭矩为129牛米。两台车都可以加注92号汽油，两车的气罐容积都超过了100升，并配备了15升的油箱容积。对我们平时用车来说，虽然都是以加天然气为主，但也会有遇到加气不方便的情况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加汽油来保证使用，解决续航的问题。所以这两款车型使用的动力组合对于便利性、机动性和使用成本的综合考虑都是比较全面的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上路看看实力如何。好的，跑了一圈下来，我们来采访一下车手的上路感受吧。实际驾驶起来，凌志 M5还是挺好上手的，离合器的结合点还是比较低的，新手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，而且档位的衔接比较丝滑，方向盘、油门、刹车的反馈也是相对轻盈的，开起来和常规的轿车、SUV 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我这边驾驶下来的感受，锐行的离合器节点有点高，需要时间适应才能掌握，这会让我在坡起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紧张感。整个操作系统的反馈、噪音控制会缺少一点乘用化的高级感，感觉工具车的属性会偏浓厚一些。看来两位选手虽然都配备了5速手动变速箱和一样的动力组合，但不同的驾控调教还是会带来细微的差别。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具体配置，像是安全、ABS 防抱死加制动力分配，这两款车型都有安排，这点好评。至于其他配置，凌志 M5的中控多配备了一块15英寸的屏幕，并支持主驾驶安全带未记提醒和胎压监测等功能，细节会相对来说更到位。另外，我还比较喜欢凌志的大灯延时关闭功能，这样就算晚上回到家，也能有一束光照亮回家的路。好的，那我们这场驾控大比拼基本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不难看出，这两个品牌对驾控的调教都有着自己的看法。凌志 M5作为 MPV， 很好的平衡了商用车和家用车之间的驾控体验，在好开耐开的前提下，保留了一部分驾驶乐趣。锐行 M60作为一款微面，会更关注商用车的驾控体验，整体风格也是偏务实挂的。虽然看上去好像有点无趣，但胜在好用。最后再提一嘴售后，这两款车背靠的品牌国民度还是不错的，但凌志在商用市场的口碑会稍好一点。毕竟凌志这个品牌在 MPV 领域摸爬滚打了20多年，技术成熟度没得说，而且已经有了116万车主的群体，维保体系也是相当完善，全国都有服务网点，配件便宜，对于以车为生的创业人来说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回归开头的问题，对于创富伙伴的选择，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伙伴能不能带来更全面的助力。所以在差不多的售价下，凌志 M5的定位是要比锐行 M60的更加高级全面。除了基本的货运功能，凌志 M5还能带来更好的乘坐体验，在空间、驱动形式、悬架方面的表现也要更加扎实。毕竟 MPV 和微面存在本质上的区别，价值感也要更胜一筹。至于使用经济性和口碑，两车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。汽油加 CNG。既省钱又解决了焦虑问题，算是比较高效的解决方案了。所以视频前的创富实用主义者们，你会更看好哪一辆呢？好了，本期的凌志 M5对比锐行 M60体验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。卑微司机在线求点赞、求关注、求转发，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